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重生后的自己，也就是说，你经历重生之后，你会是如何的样子。那么在本期的占卜当中呢，我们首先呢会为大家来解开这个你正在经历的转型或者是重生，它究竟具体在你生命的哪个方面，或者是哪些方面。然后呢，我们来通过宇宙的能量预测一下重新之后你的巨大变化。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连接宇宙的这个指引，来询问一下宇宙究竟当下你该如何面对这所谓的经历，这所谓的转型期呢？希望每一个听到这一期的占卜的朋友都能够离苦得乐，好运连连。我们都知道在重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舒服，或者是觉得很自由。就像蛇脱皮，可能有的时候脱皮的过程让人觉得很难熬，或者是让人觉得像瓶颈期。可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这个重生的过程是值得等待的，是值得我们去期盼的。一旦成功转型，一旦重生之后，你将是一个新的样子，你将变得更好，你将有这个更高的频率接到更好的能量，更好的连接，更好的运势。那好，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今天的牌组能量是我提前为大家抽到的几张神谕牌卡。那么这几张神谕牌卡呢，是直接对应在你的牌组能量信息当中。所以呢，如果你比方说一直有练习自己的直觉，然后呢跟这个能量有很强烈的感应有些朋友可能当下的直觉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你可以直接跟牌组里面的信息，或者是牌组里面的能量讯息做一个连接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能量的对应的数字小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那么我为你们准备的数字小物是这个红色的数字8。红色的数字8，感觉一下这个红色的数字8对应在你的重生能量里面是否是有对应、有紧密关联的呢？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连接到了这个数字能量为你是这个数字10，然后我们这边是一个三角形的数字10，蓝色。第2副牌的朋友，感受一下这个蓝色三角数字10跟你当下这个重生的能量是否是有对应的？你是否能够感应得到重生后的自己就在这副牌组里呢？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为你们所连接到的数字小物是你面前的这个有点像扇形的黄色数字1。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呢是一个扇形黄色的数字1，作为今天的能量连接对应的一个小物或者是数字，请你感受一下我们每一个数字、每一种颜色、每一个方位每一个形状都是有它的频率，有它代表的能量的。所以呢，请大家静下心来，
排除杂念啊，去跟每一副牌组或者是数字小物进行一个能量的连接。那么这边呢，因为是大众占卜啊，所以呢，我还是会建议你啊，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来帮助你做这样子的连接。好，让我们一起啊，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我们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重生后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当下我正在经历如何的重生？在哪些方面有重生的迹象？重生后我会经历如何重大的变化，或者是拥有如何巨大的改变？最后，请宇宙告诉我，我究竟该如何最好的去面对当下的这个重生过程，或者是当下的这个经历呢？请宇宙给我指引。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感受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的能量呢，和当下的自己是最有连结、最有感应的。那由于我们这里啊是大众占卜，所以说有些朋友，如果你对其中的一副牌的卡啊牌组的能量，然后呢是另外一个字符或者是数字小物啊，就是同时有了感觉，那么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啊你的能量确实是被分在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重生后你的样子，重生后的自己。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红色的数字8，好，放这里。今天呢要为大家连接的是重生后的自己啊。我们这边呢有提前为你们抽到的一些牌，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下26号牌 Great Fortune， 这个是罗马女神的 Fortuna， 然后呢这里是 Break the Chain， 打破这个枷锁。然后爱丽丝牌呢，我这边同时抽到了2张，第一张是这个 The Right Way， 正确的方式。然后呢，第2张牌呢，我抽到的是42号牌啊，就是所谓的生命是有限的，mortality。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几张牌卡啊，我们这边的一个能量。首先呢，26号牌是一个罗马女神 Great Fortune， 这个就是伟大的好运。这张牌呢是我们所谓的有点像塔罗牌里的太阳一样的出现，它的出现呢预示着一切都很美好，一切都将美好。这张牌呢在预示着很多朋友，如果你们有什么心愿在心里的话，或者是说向宇宙下过什么样子的订单的话，那么当这个罗马女神 Fortuna 出现呢，这个成功的几率就会大非常多了。这张牌预示着很多好的事情，比方说快乐，比方说好的感情关系，比方说金银珠宝啊，这边有很多的黄金，比方说你的心情、你的状态等等一系列健康 ，OK， 都会取得一个成功。所以这张牌是所谓的巨大的好运啊，巨大的好运。那么这里的能量呢，能够为第1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成功的重生之后啊，你和这个罗马女神 Fortuna 的能量连接是非常巨大的。你能够感受到的是你生命当中的那种阳光，那种拨开云雾啊，一切都是光明的、晴朗的、清晰的，一切都是好运的、金光灿灿的，如你所愿的。这个就是我们的26号牌 Great Fortune 啊，这个是我们的第1张指引能量。然后呢，我们这边的第2张牌，第2张牌呢是 Break the Chain， 这张牌是说挣破枷锁，或者是打破限制。那么这张牌呢，它其实最重要讲的这个 chain 这个枷锁是什么？它讲的是我们的祖先家庭里的枷锁。
OK， 这个是 ancestral patterns。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能量的话，在我们这个光所谓的磁场这个角度或者是这个方向去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这一世都其实富有上7代的轮回，或者是上7代的卡玛业力，在我们的能量光环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磁场当中。也就是说，你上7代的轮回转世，包括你的祖先他们跟你之间这个能量都是会在你身上有所展现的。如果说有些朋友是这样子，如果说你的祖先比方说他们过去很优秀，然后呢过得很快乐，那么这种好的光环就会在你身上，也许你的祖先就会去召唤你去走他们曾经成功的路，对吧？但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一个祖先都是很厉害的，不是每一个我们这个祖先都是非常强大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祖先并没有那么强大，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可能他们遭遇的却是一个反面的教材。那么这个时候呢，祖先身上的能量也许还没有得到一种疗愈，而我们呢又是他的后辈。那么这种所谓的能量的或者是能量的枷锁，或者是情感的一些创伤，就会在我们的光环当中有所展现。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被这种我们所谓的别人的业来影响自己这一生这一世的创造和疗愈。所以我们这边能量出现的是 healing， 然后是重写未来，对吧？这张牌呢给人的感觉应该是跟这个家庭线有关的。家庭线就是我们的比方说爸爸妈妈，然后呢我们的爷爷奶奶，然后是曾祖父曾祖母，然后再往上一共是往上7代，他们曾经的经历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一代一代我们的父母就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学到人生的第一课，我们呢也是从我们的父母那里学到人生的第一课。所以无论我们的祖先他们经历的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或者是说人生哲理方面的成功或失败，那么这些能量都会最后在我们的身上有所显现。那么这张牌 Break the Chain 说明有些朋友在这一生这一世，也许你想做的、你想成为的、你想获得的自由，和他们也就是所谓的祖先他们你的父亲母亲、你的爷爷奶奶、你的曾祖父曾祖母，他们所要的一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他们那个时候的固定思维、固定思想，可能会在你今生今世有所我们所谓的限制你。那么这张牌就是在讲这个重生的过程需要你去打破这个枷锁，不是选择走老路，而是选择疗愈并且重写未来。这个重写未来是重新改写当下的自己，从而改写你的命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想着比方讲去帮助别人，去让别人也改。我们当今的这一生这一世，所谓我们现在连接的这个重生能量，最重要的是你要先成功，你要先重生成功，你才能够通过你的这种显化去影响别人选择和你一样，选择疗愈之路选择的是疗愈之路，然后他们才能够去重写他们的未来。 OK， 这里是我们的第2张牌 Break the Chain。 来第3张牌我们这边有爱丽丝的能量这边呢能量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这2张牌呢在告诉我当下呢有一部分第一副牌的朋友The Right Way， 你们现在呢所想去走的重生之路，你们可能有一点想去所谓的选择一条完美无瑕的道路。也许有些朋友是选择完美无瑕的道路，你们也许在等待这个重生，你们心里其实有一个所谓的对当下不是很满意的部分，或者是当下你觉得还可以更好的提升，但是呢你们在等待，也许你们在等待一个机会，你们在等待一个人对你的批准，或者是你等待那个人最后接受你，或者是你等待可以终于进入到一个圈子，你在等待正确的方式。但是呢当下这个爱丽丝的能量在说，我们这里不是有个皇冠吗？我觉得皇冠所谓的王权，也就是我们的独立和自主，或者是说我们心中所期待的美好和幸福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其实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权利。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规则，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业力当中的一些影响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总是觉得不想让对方失望，不想让家人失望，不想让别人觉得你不好，所以你的顾虑很多。你呢在
等待着如何才能够我们所谓的以最好的方式，最不让别人不开心的方式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呢，这张牌啊，爱丽丝是说我们不能够永远就是说等待命运的轮子啊为我们转动，我们也不能够永远的去等待所谓的宇宙一定会把那个是我们的就会在我们身上这样子的能量啊，就是是我们的肯定是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一直坐在那里等，也许等的这个过程很长啊，对不对？那如果说是我们的终究是我们的，我们再自己努点力，我们再自己主动的去探寻一下，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的去寻求一种可实践的方法解决问题，或者是得到我们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加速这个显化？我们是不是能够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方式和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呢？那么这个所谓你心中的王权，这个皇冠能否早日的降临在你的身上呢？所以说这个21号牌的 right way， 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勇敢一点是你们的，确实是你们的，无论这个东西是物理的，我们所谓的一个职位比方说很多的金钱，很多的财富，还是你想要的感情，我觉得一切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有创造性的方式我觉得去争取，那么一定能够为你当下以及你未来的这个重生带来更多更好的积极的影响。最后呢，这张牌是 mortality， 为什么这张牌和它一起出？这张牌呢是宇宙想告诉你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我看到有一部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其实很温柔，就属于那种没关系，是我的一定是我的，而且呢这一生这一世宇宙对我都很好最后呢总是能够让我如愿以偿，最后呢心愿还是能让我成真，所以我非常的感恩。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感恩的可爱的宝宝们，而且呢你们的好运一直都跟着你们走，所以你们的心里其实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是很好很美好很阳光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棒。但是呢宇宙又在这个地方告诉你，生命如此的短暂也许是你的，最终都是你的，可是如果这个等待的过程很长的话，会不会有一点浪费这个生命？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感觉到就是等待的时候，如果这个等待期太长，让人觉得难熬呢？所以呢宇宙在这里就给了你一句话，他说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与其说我们等待那个幸运的大门为我们打开终于等到了那个幸运的大门打开了，为什么我们不勇敢的往前走一走？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勇敢的去争取一下？那么这样子以一个更加主动的方式能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过得更加有意义，过得更加精彩，过得能够让我们的每一天不是那个等待的那一下才开心，而是让我们在行动的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重生的快乐，而不是漫无天日的等待和那种脱皮的痛苦。我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讲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让我感受到的是宇宙在说这个重生是肯定会发生的，这个重生呢也一定会完成，你们呢也最后一定会得到这个所谓的好运，而且是好运连连。但是呢这个时间是我们当下的一个重点时间是一个重点，真的要那么久吗？真的要等个几年吗？真的要等个大几个月吗？如果可以快一点的话，你想不想快一点得到它们呢？我觉得这个是宇宙想给你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这个年份都是有限制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快一点的去接受到下一个再下一个的好运，我们是不是这一生所谓的有限的生命力能够得到更多的 abundance， 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更多的成长，让我们在这短短的一生一世里面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更多的美好，经历更多的幸福，经历更多的美好，那么这一生这一世是不是过得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有精彩呢？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呢就是大概的先把这个主能量牌卡跟大家过一下。所以呢我们今天确实是跟时间问题有关系，我们现在呢就先来我的这个计划就先来抽塔罗牌，然后呢我会用灵摆以及等一会儿我所连接到的一些能量信息为大家找到这个具体的信息。
那么我们今天的灵摆能量啊，又给大家准备时间，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先来抽牌。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个有关于你正在经历的重生的方方面面的讯息，还有重生后的巨大变化，这个好运 Great Fortune 啊，这个巨大的好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告诉我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哦哇，好的，第一张牌金币皇后，权杖八啊，这个真的是时间的能量啊，再一次的出现了权杖八，方方面面对吧？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运气很好，这个重生对于你来讲真的很关键，而且是非常的好运啊，这个重生是真的很棒的一个重生。来，我们看一下，好，权杖七的逆位，第一组牌的朋友看一下。好，我们选这样3张牌，好，我们这样子啊，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啊，这个重生的能量，重生后的自己，你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重生？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所经历的这个重生的能量，从当下宇宙给我的这个讯息和指引，它非常的接地，它非常的实在啊，非常的实在。我们这边出现的是金币皇后嘛，它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生活的多方面的一种提升。我这边感受到了一些跟感情有关的讯息，我也听到了一些来自于生命当中你本身经历的一种，我觉得是计划和抉择。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金币皇后这张牌卡呢，我觉得跟你的家人有一点关系啊。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能量，也就是你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是你家人朋友给你的影响。那么这里的家人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跟血脉相连的能量啊，它不是 made family， 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不能够选择的父母，或者是我们不能选择的一个出生地，我们不能够选择的一个成长环境。我听到的是宇宙在讲啊，其实呢，你有可能会在这个重生之后变得不再去怪，不再去怨，不再去想着为什么我会是如此，或者是为什么我会是这样子的一种命运啊，这个可能会对应在少数朋友这边，因为我感觉到的是，也许呢，你当前有一个梦想，你想去做，但是呢，你的比方说你的父母啊，或者是你的一些亲人朋友，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你冒的这个风险，你所做的这种放弃和牺牲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呢，他们给你安排的东西是他们眼中的最好，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最好，并不是你想要的，并不是你真正未来你的将来希望看到的那个景象。所以呢，我感觉到有些朋友啊，第一个能量应该是跟家人之间的一种和解，这个和解更像是让对方，就是让你的家人能够理解你为何如此，也让你能够真正的读懂为什么你的家人会如此。这种和解比较像是相互尊重，相互能够读懂，相互能够不再去干涉，而是以一种更加好的相信、信仰的方式去给彼此自由啊。这个是我听见的第一个方向。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比较的全面，比较的散。这边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重生后的自己，它的方面比较的多一点啊。我这边看到权杖八、权杖七逆，包括这个巨大的好运，它的方面比较的多。所以呢，我们这边可能需要稍微的过几个能量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能量呢是这样子的，第二个能量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就是在你们当下周围所谓的这个重生过程里面，也许你遭到了一些别人给你的非议。
这个非议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就是说你很想去走一个道路，你很想去选择一种方式，但是呢你感觉到这个道路或者是这个方式里面有人阻碍你。这些阻碍你的人呢，也许他们是不希望你能够成功这边我听到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其实是自己没有做成，所以呢他们把这个能量折射在你的身上，他们可能会用语言和那种冷漠的眼光给你的感受是他们不相信你，或者是他们否定你，他们不给你机会。我看到这个能量但是呢这边我看到的是来自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重生其实已经注定了这个重生已经注定了。那么当前呢，如果你在重生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想去进入的这个道路里面，你真的遇到比方说别人给你的阻碍，比方说别人给你穿小鞋，或者是别人故意的就是不给你机会，或者是说让你就是老是去让你等，老是把你推到边上，不让你去做那个最重要，或者是不给你那个最好的机会的话，那么我看到的是这个重生的过程里面其实呢你最后会打破这种限制。这个能量可能比较多的会在工作当中这个是工作当中的机遇里面，我看到有人可能就是怀疑你，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因为你没有1、2、3，或者是你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就是他们可能有你没有，然后他们就觉得你没有资格，但是事实上你有资格我这边看到非常明显，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有资格，不是说每个人的资格就是说生来就有，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资格是怎么讲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所以说当下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被他们限制住，他们给你的限制其实最核心的能量就是他们害怕你成功，他们害怕你最后拥有了这个王冠，这个王冠就是可能就一个，或者是他只有几个，那他们可能拿不到，也不想你拿到。所以这边我看到这个权杖7的能量就是在告诉我，你现在有可能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诸多的阻碍，也许是别人不给你机会，也许是别人冷落你，也许是别人不给你那个入场券，导致你一直在门口徘徊，然后呢比较的无奈或者是有些人他不能够理解你，不是故意的，他们就不理解你，他们就不能懂你，他们看不到你的潜质，看不到你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你的志向，他们不明白你，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在当下去帮你。可是呢我看到这个重生是注定的。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权杖7就是在讲你要突破他们的限制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突破重围。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入场券不需要别人给，你自己走进去就好了。我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特别可爱的一个例子。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就是外国里有一个话，就是说最就是那个 party 就是我们说那个派对嘛，对吧？就很多那个社交圈，然后有的时候呢就那些圈子里的人故意不邀请你，就是故意不请你去加入他们的生日派对，他们的主题派对。可是呢有一句话讲，最值得进入的派对，或者是最值得参加的派对，就是去参加不被邀请的派对大家去想想这个感觉。就我现在听到的能量就是可能你有一些机遇嘛，别人不给你，或者是别人不看好你或者是别人害怕你超过他们，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放弃，也不要在原地所谓的无穷尽的等待下去。我这边看到的是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突破他们，去参加不被邀请的派对。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比方说另辟蹊径，自己独立创业，或者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团体的话，也许你会组建自己的团队，你不需要去跟从别人，你是那个领导人，你是创建新团队的那个个体。如果他们用这种方式去排挤有本事有潜力的个体的话，那么他们排挤的人可能不止你一个。所以呢你可以当下通过这样子的一种讯息，或者是通过这样子的一次困难把它转机为希望，你去组织一个新的更加有希望更加有前景的团队，或者是新的圈子，来我们所谓的震慑他们，或者是说让他们知道自己这样是不对的，而你们的这个圈子是有机的。
是健康的，你们可以在新的圈子里面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你将吸引到跟你一样我们所谓的心胸开阔有爱的个体和灵魂。所以呢，在权杖七这里我感受到的是突破重围突破重重的阻碍，突破各路人给你的阻碍去重新开始。而这个重新开始，你将不被任何人影响，你以自己的内在强大为核心为中心，去扩充你的力量，去扩充你的资源，去扩充你的人脉。而你的未来，我们所谓通过这样子的一次重生，你将变得比他们更高，你将比他们变得更好，你将变得比他们更快乐，你将变得我们所谓的比他们可能这个收集的好朋友，收集的这个同事，收集的战友会更多，更加的紧密，更加的亲密这个是权杖七。好，再来呢，我们这边呢能量可能就会是跟感情有关了这边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感情方面呢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给我的能量比较像是有一点事业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里面呢，其实工作事业生活个人成长可能对于你们来讲更加的重要，更加的是你们当下的这个人生环节里面，我觉得是伟大的，或者是说高昂的一个生活方面。那么感情里面呢，我会觉得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单身的朋友这边呢是没有遇到适合你们的人我这边看到是单身的朋友当下可能没有遇到适合你们的，比方说没有遇到让你们心动的，没有遇到你觉得合适适合走一生一世的人，没有遇到让你们觉得值得你们去托付的，没有遇到让你们觉得是可以把你或者是可以让你的心从一个人的状态里面走出来。所以呢，你们当下也许遇到的桃花类型这边我们先讲单身的朋友，可能质量跟你相比就是低了一点。所以呢，你这边的感受是圣杯四，就有人其实是想对你好，或者有人呢想跟你连接，但是你实在是看不上实在是看不上所以没有办法让自己进入到一种恋爱的状态里。再加上你现在的人生重点可能是成长方面，可能是我们所谓的要做自己，对吧？找到自己的自信，我觉得是拿到自己的王冠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感情方面呢，我这边看到重生之后你有可能呢会遇到一个人，我这边看到了一个圣杯骑士，那这个圣杯骑士呢是一个逆位的，说明这个人的能量一直在你身边，是一个隐藏的感觉。其实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其实你的这一生会有一次非常非常浪漫的爱情等你我觉得这个能量一直在等你。你之所以还没有遇到这么浪漫的一个人，或者是能够让你在感情里真正动心，让你心动，让你开始去进入到恋爱状态的一个人，是因为你还在这个重生的过程里。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自己先改变，我们才能够吸引到一个我们其实内在，也就是感情里我们所谓的这个灵魂真正喜欢的那个个体的存在。如果我们自己都还没有真正的转型成功，或者是重生变成我们本来应该有的那个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在比方说重生之前的那个频率里面是很难去吸引到重生之后我们真正有缘的那个正确的人，或者是那个有缘的人。所以呢，当下我觉得单身的朋友这个能量就非常符合。你们现在呢其实是自己在重生，你们自己在变得更好，所以呢这个跟你们有缘的，这个会让你爱得很深，或者是会爱你很深的一个人他其实呢能量还没有真正的凸显。我这边看到呢，重生之后你会遇见一个让你非常心动的恋人。这个心动的恋人呢，他会让你比方说从一个单身很久的状态里面突然的陷入爱河。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单身很久，或者是你觉得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那么你重生之后将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呢能够带给你我们所谓的非常高级的那种浪漫感，会让你可能心里觉得说这是我心里一直期待的浪漫的感觉，而你呢会瞬间就是被他拉出来
我们当下是一个隐士牌嘛，给人的感觉是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你当下就是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比方说攀爬着你的高峰，寻找着你的人生，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找到你的王冠，所以你一直是在自己的高山，或者是你自己的地图里面去探寻、去走。可是呢，重生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够站在这个山的顶端，你能够看得很远，你的光亮能够散发的更加的宽广，而这个一直在黑暗当中，我觉得是隐藏的一个恋人，或者是命中注定早早就有的这个姻缘就终于能够被你打开，有点像是打开了一个禁制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是单身的话，这个就比较像打开一个禁制，你能够遇见这个真正跟你有缘的，真正能够带给你爱情感觉的超级恋人，对吧？好，那么这边呢，我还要讲一个能量，这个能量是什么呢？这个能量呢，是对应在当下不是单身的朋友这个感情里面。那么如果不是单身的朋友呢，我这边感觉到你的怎么讲我觉得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祖先曾经的一些血脉当中就是在情感的能量里面，或者是在情感的部分存在一些我们所谓的卡玛存在一些卡玛。这个业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是突破。这个业呢，可能更多的也在你的情感生活里面有所影响。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感受到的是，也许你的父母亲在感情处理问题的方向里面，他们本身可能就需要在感情处理的部分，就是做很多很多的疗愈，他们也需要很多很多的疗愈。我这边呢，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我们所谓的祖先他们曾经也许在感情的道路当中遇到过很多的挫折，或者是遇到过很多的坎坷，又或者是说他们曾经在感情的这个地方有比较多的创伤。那么你呢，当下作为他们的血脉的传承，或者是作为他们的孩子嘛，那么你当下也许非常非常的希望是改变这种束缚。就比方讲也许有一部分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是有一部分如果你对应不了就没关系，就有一部分朋友呢，我听到是也许你的爸爸妈妈比方说有这种离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的祖辈，他们可能在感情之前呢就遇到过一些困难，也许就没有能够我们所谓的跟自己心爱的人最后能够一生一世，也许他们经历过所谓的抛弃或者是被抛弃，那么他们呢在感情当中的创伤可能会让你觉得，比方说不相信爱情，或者是让你一直都吸引到那种你想依赖的对方，你想依赖的个体，你想依赖是因为他们给你的感觉不是所谓的让你心动，让你觉得快乐，而是他们给你的感觉是他们不会抛弃你，不会放弃你，他们给你的感觉是一种你可以跟他两个人就是相互的依赖下去。可是这样子的一种相互的依赖并不能够给你真正的自由，相对应的呢，反而是让你陷入到一个所谓的轮回和循环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业力。所以呢，当前如果在感情经历当中，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在过去或者是当下，你遇到了一个让你觉得深陷这种困境，或者是深陷这种我们所谓的业力，让你觉得很不自由，让你觉得很受限制，让你觉得为什么自己又是走入了这个老路。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么请你当下一定要醒过来。因为我看到的是你其实呢，在你的情感当中这个所谓的业，这个所谓的痛，它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谓你创造的，或者是你希望的，而是在你的能量磁场当中是别人的，是你祖先的，是你父辈的，或者是你祖辈他们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当下你就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事实，你一定要在感情的这个方面去做好和做足疗愈。你一定要相信的是，也许你的祖辈他们在情感的过程当中没有获得幸福的话，但是不代表你不能够。你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限制，你要做的就是改写这个情感里的束缚，你要去追寻真正你心中自由的爱情，而不是去追寻所谓的这个人能够带给你安全感，这个人能够带给你所谓的合适，这个人能够带给你所谓的
怎么讲呢？就是填补你心中的空白，不要去这样想。你要第一个让自己，我们所谓的给自己一段真空期，让自己以单身的状态去好好的疗愈你的心，然后再去好好的问自己，对于你来讲，爱情的模样是什么？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一定要是结婚生孩子，也许有些爱情它是更加自由，更加有精神指引的一种方向。所以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有经历这种所谓的家庭线的业力和轮回循环的话，请你们一定要让自己先镇定下来一定要让自己先镇定下来。如果说在感情的经历当中，你有过不好的经历，或者是不好的遭遇，甚至是你感觉到怎么又是这个样子，甚至是跟你父母有点像是重蹈覆辙的感觉，你一定要把这个命运的轮子截下来，让它停下来，要从你这里改写未来这个是我听见的一个信息。所以说不要去等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疗愈的功课不要去等。如果在感情里面你真的有过这样子的一些经历的话，那么你的重生就是让自己的感情，我们所谓的从你这里改变你的频率，从你这里去吸引不一样的缘分，不再是业而是善，不再是业而是灵魂伴侣，以一种更加自由更加轻松的疗愈的方式去寻找你的爱情伴侣。这样子你就能够改写你的历史，这样子你就能够改写你的当下和未来，这样子你还能够影响以及疗愈那些你最爱的人们，他们会通过你的疗愈好，这种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例子，他们才会选择走上他们的疗愈之路所以这个能量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副牌的非常的强大。你要首先独立的做自己，然后去吸引你想要的爱情，好吗？来，我们的最后一个能量在这边，这里是 Tower 塔牌，宝剑国王的逆位，权杖2的一个逆位，然后是这个满月。我们把它放过来一点点这边我们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好，这边呢是最后一个能量这个所谓的重生后的自己。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所谓的重生其实会让你的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个巨大的改变里面呢，你需要去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你需要去做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人生的重大选择。这个选择呢，会让你当下所谓的这种有点犹豫或者是停滞不前的状态发生巨大的改变。首先呢，我看到是这个，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当下你所谓的这个生活圈子很舒服很安逸，但是这个生活的圈子并不一定是你真正值得拥有的。也就是说，你也许在你的命运当中，其实你的命运里面拥有更多的财富，拥有更多的宝藏，拥有更加我们所谓的高频的能量的连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正的爱情，或者是更加有助于你灵魂成长的情感关系。可是呢当下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安全感，所以你不愿意去改变，你不愿意去让自己拥有更好的，因为你不想放弃当前所有。可是呢，宇宙在这个地方安排了给你所谓的这个重生。为什么我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重生是天注定呢？因为我们这里的 Tower 是说，无论你想主动的改还是你不想改，宇宙都会让你变，这就是 Tower 的力量。这个是宇宙的外界让这个所谓的舒适被打破，让这个所谓的宁静被打破，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加接地更加真实以及更加幸福更加有灵性的一种成长。这就是 Tower， 你将在这样子的重生之后变得更加的觉醒，或者是觉醒。宝剑国王的逆位，权杖2的逆位，这边呢有一部分朋友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当下也许你们还没有看到，或者是说当下你们还在犹豫。我看到呢，这是一个被困住的心，或者是被困住的灵魂在渴望着自由。那么重生后的自己，重生之后你将拥有这样子的一份自由。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远行，
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一条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这边听到的是啊，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因为这个业力啊，这个家庭线的影响，也许你的能量会说，我就是要找工作、结婚、生子，然后就是跟我的父辈祖辈一样生活。可是呢，你的这个重生啊，可能会让你的思想发生巨大的震撼啊。也许你会发现，其实我想像那个，比方说 YouTuber， 或者说你想像那个部落格的那个阁主一样，你想去过旅行者的日子，你想去别的国家看看，你想开车去旅行，我们所谓的开自己的小车，改造自己的小车，做这个环岛旅行，而不是说像传统的一种飞机、旅店、酒店这种昂贵的，或者是说很传统的方式。我感觉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智慧将会在这样子的一次转型过程当中全部被显化出来，而你们将显化的是你们的灵魂、你们的自我，你们被你的祖先、你的家庭线的能量影响非常的深，非常的重，所以呢，这种能量是很难被打破的，这个枷锁是很重的。那么一旦这个枷锁被打破，一旦这个所谓的想法被破除的话，你将拥有无限的自由。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这个心中的我们所谓的欲望，这个你真正灵魂渴望的未来在你的能量酝酿当中已经蓄积很久很久了。你目前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无论是阻碍也好，是这种沉思也好，还是你所谓的机遇也好，它都是为了激发出那个真正灵魂的显现，那个真正自己的迸发。这个在房子里关了很久的小女孩她渴望这个窗子被打开，她渴望自己去探寻，不是说按照别人的方式去活，而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去寻找。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最最最重要的一个能量。那么重生后的你会发现你将变得自由无比，你将变得所谓的经历有很多宝贵的经历，有很多宝贵的，比方说缘分和连结，你们可以去探寻。而在最后，你将看到的是月亮，这个终于活得自我了，这个终于能够有自己感情了，这个终于能够去我们所谓的触摸自己的灵魂了，这样子的一种能量。也就是说，这轮满月能够带你去走入你灵魂的真实，这轮满月会为你叫响你灵魂期待已久的一种，我觉得是挚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生。 The Moon 你看这个在月光之下，一轮满月为你照亮你灵魂的，我们所谓的灵魂的一种样子，让你真正看懂你灵魂渴望的。这个女生沉浸在大海之中，大海是水，是我们深深的潜意识里面真正喜欢的、真正渴望的、真正向往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由是灵魂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想要太久太久太久想得到的一种东西。所以当你们开启了这个所谓的重生之旅，或者是重生之后你能够在你生活的多个方面获得自由感，你能够真正的以一个我觉得是很主导的，比较像是女皇或者是国王的方式生活在我们的地球，不被家人、不被业力、不被你祖先的能量所干扰，你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赚钱，你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我们所谓的建造你的人际圈子，你能够用你喜欢的方式，或者是说自由的方式去选择你的爱情，而不是仅仅是结婚生子我们所谓的这种传统的方法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金币皇后，这个在地球之上生活最富足、最滋润最完满的这个女王。这个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重生后的你真正的一种形象你看好美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呢，来为大家看一下时间。星座的能量有没有跟大家说一下星座的能量我们还是来点一下。星座的能量呢，我们这边出现的能量，第一个呢是处女座，第二个呢是双鱼座第一个呢是处女座，第二个呢是双鱼座。那么其他的星座的朋友都是可以的，只是说这两个星座在我们的解读当中它有出现，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下。好，我们来看时间，
宇宙，请你告诉我，来自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重生后的自己，我们这个重大的事件时间是什么呢？我感觉到12月份和1月份啊，这个应该是年底啊，12月份、1月份年底的时候，这个是大家的一个重大的时间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可能会在年底啊，今年的12月份、明年的1月份发生。星期五。OK， 星期五啊，也许很多朋友星期五会收到好消息。星期五呢，会收到一个，比方说你期待已久的转账。星期五呢，你可能会收到一个期待已久的表白。星期五呢，你可能会收到一个比方说一件事情终于成立了，比方说你的新公司成立了，或者是说你的工作啊有了新的进展，你拿到了你梦寐以求的职位。所以呢，就祝福大家啊，希望你能够重生成功，希望你能够在重生之后啊，做真正的自己。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连接到所有的关于重生的一个内容啊，希望大家喜欢，也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好运连连。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抽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呢抽到的是这个三角形蓝色数字10，好，放在这里啊，给你们做参考。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关于重生后的自己。我们要来看的是你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重生，重生之后的巨大变化，然后呢，当下应该如何面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我提前帮你们抽到的牌。我们这一副牌呢，我抽的时候啊，它的是3张牌一起啊，它是一句话来的。第一张牌呢是37号牌，贫困；第二张牌呢是7号牌，讯息 message； 然后第3张牌呢是28号牌 expectation， 期待。而且呢，我这边看到第2组牌的朋友，来自于我们第一副牌的指引能量是10、7、10，而且10号能量出现了2次，37和28。它有这种同步性，以及我们在这一句话当中它所传递的整体能量讯息。等会儿我来跟大家讲。然后呢，这边我还抽到了一张Trust the Needle， 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相信我们自己身体内的小声音，好吧？然后最后我们的爱丽丝牌，这里是忘记了你是谁，或者是忘记我以前是谁啊？这个是 Forget who you are。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找一下在宇宙的指引牌能量当中，能够为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子的讯息。首先呢，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从我们的第一副牌组3个牌里啊，传递过来的讯息有关于一个，我觉得是状态，重生后的自己。我觉得很多朋友啊，重生之后，也许你会摆脱一种贫困感。这个贫困呢，它未必是真正的我们所谓经济上的贫困，当然呢，也有可能啊，有一部分朋友第2组的，你会觉得自己当下也许经济状况不好，或者是说你当下的经济状况它不能够满足你做成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多少它的这个界限是不划定的，只是说够不够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当前我们看到这个 poverty， 它讲的就是所谓的贫困，那就是不够。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孩子，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在这个能量当中看到的是这个小孩子，他明明是小孩子，可是他却在做一个，我们看啊，这个是扫把呀什么的，穿的也很破旧，他在为富人就是清洁这个烟囱，街边还有老鼠、猫猫什么的。我们感觉到的是，这个小孩子其实他当下应该是学习成长，有父母疼爱的状态，可是他却没有。所以呢，这张牌啊，我感觉到的是，当下呢有一部分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所经历的重生，它是一种脱苦离困，它是一种所谓的离苦得乐啊，我觉得是这种感觉。所以呢，第2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你们的重生过程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辛苦啊，稍稍有一点辛苦，这种不够和缺失的感觉可能会有一点多。
那么宇宙在告诉你，重生后的自己以及重生这个过程，宇宙会让你从当下的一个不够，或者是说不全的感受里面得到一个讯息，在这个好消息或者是新的讯息当中，你将看到希望以及值得你期待的未来。也就是在讲宇宙会在这个地方带给你新的希望。这个重生之后的自己，你将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未来，你将看到的是一个未来的光明景象。我们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 message， 很明显这个人他坐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公务，或者是说一个办公室一个 office 的感觉，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在他的书房里面，有一封信已经打开了，说明这个讯息已经到了，或者是即将被你来阅读这个东西应该是很快的一个新的机遇、新的消息，或者是一个新的事实即将被你看见。又或者是说当下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已经在准备着新的申请，新的比方说简历，或者是新的一些规划这边也有可能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这一切的一切都跟你的思想、你的计划以及别人的一些比方说消息有关系。沟通 message，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重生后的自己是这个28号牌。我们从2个10号牌里面对，无论是37还是28，我们从2个10号牌这里其实都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张牌 expectation 我们感觉到这个女生她坐在一个雍容华贵的，比方说客厅里面，对吧？她身着非常的华贵，她在等待着什么？也许她在等她的朋友来跟她聚餐，也许呢她在等待着她的孩子回来看她，也许她在等她的丈夫回来跟她，比方说一起共度这个情人节，或者是说这个女生她正在等待着她的商业伙伴跟她一起来洽谈一个重要的会谈。所以无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这种重装出席都表明了这是一个好事情。而且呢这里肯定有要遇见的或者是在见的一个人我觉得是跟一个人有关系。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所以说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重生以后的自己，第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当下的不足的条件或者是一种环境是外在的环境，变成了足够多，变成了你可以去在足够多的环境和条件之下去期待一个未来的发展，或者是去期待一个成长。可能是你的事业方面，可能是你的比方说人际关系、感情关系方面，也有可能呢你在改变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工作环境、新的岗位、新的领域，甚至是改变生活的国家因为我这边看到这个男孩子他在路上，这个女士是在房里的，所以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会改变你生活的环境，从而改变完全与当下不同的一个景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生。然后呢我们这里的第2个牌是 Trust the Eagle， 这张牌也非常的有力量。这张牌是在说当下我们看到这个女生，这里的女生紫色的这个衣袍就是我们所谓的 presence 当下。那么在这个女生的左边预示着过去，这个女生呢她的3眼轮还有她的心轮和她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太阳神经丛脉轮，这3个脉轮的点都是亮的可是呢这个女生的眼睛是闭着的。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个女生的右边预示着她的未来，她的3个轮子全部是亮的，而且这个女生的眼睛是睁开的，她所展现的是一种面对，一种直视。所以呢 Trust the Eagle 这张牌是在讲当下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对你们有一个召唤，这个召唤呢是让你面对当下的真相，这个召唤是让你面对当下你内心告诉你的，比方说缺少什么，告诉你的也许是想要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女生的背景里面其实是这种黑色的狂风暴雨，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真相感，一种你的心里在告诉你，也许这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也许你的这个真相是在告诉你，这不是你期待的一个结果，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你要用你的3眼轮、你的心轮还有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一起3位一体，帮你去找到这个真相，帮你去勇敢的面对这个真相。那么我们所谓的 Eagle也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声音，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直觉，就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天赋。
这个直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成从五维或者是宇宙那边得到什么样子的神谕或者是神讯，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我们都是神的载体，我们也是神的一个显化，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神力所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这种 intuition 更直接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身体告诉我们的真相。所以说啊，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受是，当下有一部分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内心其实有一个真相，它在强烈的我觉得是在给你一些诱发，给你一些影子，给你一些像鱼饵一样的这种饵子就是在告诉你，比方说要上钩，要咬一下，或者是要你去做一件事，要你去说一个话，让你去面对这个关系的真相，让你去勇敢的去比方说直视，或者是让你勇敢的去离开，或者是让你勇敢的去争取改变当下，去争取那个更好的，但是你也许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不敢，或者是你害怕，或者是你在拒绝这种我们所谓的重生之后的自己。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有一点害怕所谓的这个未知，这个未知就是你不明白的重生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模样，环境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是比现在更加糟糕，是没有当下好，还是说真的有一个未来，一个美好的未来在等你。我觉得这种未知可能是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心中最忐忑最担忧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等会儿我会跟大家再具体的看塔罗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忘记了我是谁。这张牌呢是一张非常有力量的牌，因为这张牌是在讲当爱丽丝进入到一个领域里面，她忘记了她自己是谁她忘记了她自己是谁，她过去的经历，她过去的遭遇，她父母亲给她的约束，她的环境给她的教育，她所有的都忘了，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她是谁了。当她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其实她所知道的就是一切都是美好的，遇到谁都是我们所谓的无限可能。那么在这个时候，爱丽丝遇见了这个小小的梅花鹿，她跟这个梅花鹿做成了朋友，而梅花鹿呢也欣然接受了我们所谓的人类的朋友。大家想一想，在自然界里面，其实梅花鹿是很害怕人的，当然了，我们除了动物园这种之外因为人呢可能有武器，人呢可能是跟它不同的物种，人呢其实是有狩猎能力的，那么梅花鹿一般遇到人或者是小动物遇到人都会逃跑。可是呢，在爱丽丝的这个境界里面，小鹿没有逃跑，她接受了爱丽丝，甚至是愿意跟爱丽丝成为好朋友。爱丽丝呢也没有去狩猎，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是小动物，她只是觉得她跟她一样梅花鹿跟爱丽丝一样，都是一个灵魂。两个人呢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新的地方遇见了彼此，这就是缘。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当过去曾经的所谓的条件限制，我们所已知的一些教条被打破，我们就能够去所谓的利用这个忘记了或者是记忆模糊的阶段，去创造一个新的自己。这张牌也是在讲，请你不要因为过去而限制自己。这张牌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连接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比方讲你过去可能觉得打个几个例子比方说你当下的经济状况不好，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可能成为有钱人，你就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像别人那样经济自由和独立，去过你想过的日子。你一定要打破这种我们所谓的你的想法，你的思想给你的限制。有一些朋友呢，也许是你的出身，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可能都是一个，打个比方比方说工人阶层，但是呢你却非常向往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音乐家。你的家庭里面的人没有任何人有这种基因，有这种细胞，可是你却很想做那个所谓的他们眼中的不可能，那个异类。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让他们的想法阻碍你，限制你的梦想。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过去所有的记忆，以及你的比方说环境、家庭成长以来给你的限制全部忘掉。你要相信在这个未知的领域里面，你可以做成任何你想要做的事。而当下你的内心的声音告诉你的这个可能，你不要去忽略它，你不要去拒绝它，你不要去麻木它。我们内心给我们的声音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灵魂真正的渴望。比方说其实这个人他看起来很危险，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想去了解。我们这里呢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危险情人，对吧？危险恋人。
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心里会觉得说这个工作好像很难，很有挑战，但是事实上我是想争取的。这个时候呢，不要让自己放弃，不要害怕承担这个所谓失败的结果。你怎么知道会失败？如果你争取，就有50%的胜算。可是如果当下就放弃，就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说我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转型，你们的重生，带有一些所谓的改变自己过去的思想，改变过去你自己思想的一种限定。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从内到外去完整的改变你人生的命运，你就可以去迎接这个所谓的新的关系、新的未来、新的条件、新的资源以及新的财富。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了。重生后的自己，你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重生？重生以后的巨大变化，具体情况，宇宙告诉你究竟当下该如何面对呢？我们一起来抽牌。那最后呢，大家这边一定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呢，我会用这个灵摆帮大家摇动一下来自宇宙的这个能量啊，我们要来去连接所谓的这个重大的人生我们所谓的重大的这个重生后的自己啊，最重要的一个大的事件呢，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等会儿会为大家连接具体的时间能量。好，第一张牌宝剑五。重生后的自己，来，你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重生？感恩宇宙。第二张牌是宇宙这个是世界牌的 Universe。好，就请你告诉我，第二组牌的朋友，选择10号牌的朋友重生后的自己，或者是有关于我们当下重生的能量是如何的？金币9。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是金币5的逆位。好的，就告诉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关于这个重生的能量，宇宙你有怎样的提点？感谢，感恩，圣杯3 ，OK。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金币皇后。我把刚才的那个抽的牌我也跟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是有用的，有效牌最后一个，这个是宝剑公主，然后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呢是圣杯4的逆位。好的，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重生，重生后的自己，你正在经历哪方面的重生呢？首先呢是这样子的，第2副牌的朋友关于我们所谓的哪个方面的重生，这边呢我听到有几个大的方面，首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方面呢，来自于你的环境，来自于你的一个所谓的竞争，这个竞争有可能是你现在所处的一个大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第二个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竞争它有可能来自于你自己内在心里的一种斗争感，因为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你们的内心对自己的影响也很大，这个内心的声音也是来自于所谓你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给你的一种所谓的影响力吧。所以呢，一个是来自于具体的外界环境给你的一些矛盾和冲突，甚至是一些阻挠。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来自于你内在声音的一种冲突感但是这一切都会好起来。有一些朋友呢，你其实现在的这个所谓的重生，它是在完结一个所谓的怎么讲呢？我觉得是一个章节的重要完结。这个完结既是一个完结，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完结会让你彻底的结束掉，而且这个结束是一个全新的，或者是一个完整的结束。这个结束其实就是所谓的你的其中一个人生旅程就要成功的完结了，你要毕业了，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机会，宇宙就会带你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地点，或者是全新的领域，带你去品尝另外一种生活的滋味。所以呢，在这边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旅程的结束，或者是章节的完成，应该是对于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讲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是第一个能量。
第二个能量呢，在这边啊，哪方面的重生？这一个能量呢，应该是有关于你的经济独立。我这边看到是金币9、金币5的逆位啊，经济独立一定是跟工作、学习或者是金钱相关的内容啊是有关系的。再来呢，是有关于你的心情，或者是说有关于你的朋友圈啊。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朋友圈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你当下的也许朋友圈子里，这个朋友圈也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就是一切能够在思想上左右你的人。我看到宇宙将会让你进入到你的灵魂家族那个圈子里去，或者是让你去遇见真正跟你灵魂契合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遇见你的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既有可能跟你是在工作当中认识，跟你在学校里面认识，可能是你的老师，也有可能是你的同学。那么这个灵魂伴侣呢，也有可能会在感情之路上陪你走一段路。最后呢，我们这边还有2张牌啊，这2张牌呢有关于你的一种情绪，有关于你的一种状态。如果有一部分的朋友对当下的状态不满意，觉得生活是无聊的，是乏味的，那么这个重生后的自己，你将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精彩，什么叫活得有力量，什么叫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非常非常的精彩。第二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重生。好，那么刚才呢，我是大概的一个概述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一点一点的来看，你正在经历哪方面的重生，这个重生后的巨大变化，还有当下应该如何的去面对这个经历。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所谓的这个冲突。有一部分的朋友啊，这个冲突呢来自于你现在环境里这个人呐，就是有一个人在你的生命环境里给你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个人有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就是有一点像是欺负你的，或者是有一点打压你的人，或者呢，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你生活圈子里的，比方说你的可能是你的一个同学吗？或者是你的一个就是有点视为对手的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啊，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再第3个可能性呢，就是这个人可能是你家人里的一个重要的大家长，他呢一直是一个家里的一个比较强势的位置，因为他说什么就算，然后呢家里人可能都必须得听他的，听他的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听他的呢已经成为了你的一种所谓的固定的思维模式。那么呢，这个所谓的重生呢，我看到的是你会不再被他所捆绑和束缚。如果这个人呢是在工作当中，比方讲有点欺负你的，或者是有点给你穿小鞋的，或者是可能会有一点像是恶性竞争，总是打压你的这个人的话，那么我看到的是宇宙将要让你们的这段关系结束掉的 universe 啊，会要这个关系结束掉。因为有可能第一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遇见新的机会，可能是工作里的机会，可能是别的部门来挖墙脚，就是把你挖走，或者是说你之前有申请过海外的或者是其他公司里的一些工作岗位，那么在不久的未来，我们这边是看未来3个月，28号牌这张 expectation 的牌是3个月的能量，你有可能在未来的3个月啊接到这个 offer， 或者是接到一个邀请 invitation message， 对吧？也许你去投简历，然后呢对方可能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会处理你的一个我们所谓的 application 申请嘛。所以呢，宇宙在讲啊，也许你跟这个人的一种关系让你觉得很痛苦的，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很不舒服的，然后呢可能限制了你的成长，这样子的一种不健康的，可能是有一点像是恶性的竞争啊，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会得到一种彻底的结束。这个彻底的结束还带有新机遇的降临因为你有新的机会了，因为你去更好的工作岗位了，那么自然而然就跟这个人的关系彻底的关闭掉，对吧？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这边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你当前可能觉得就是说 OK 生活的环境里面，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他们可能是跟你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他们呢可能梦想比较的小，或者是他们要求不高，但你呢却有一个梦，你的心里呢却有这种摆脱命运的所谓的这种渴望。那么我看到的是，也许当下你很想去挣脱，你想挣脱这个环境，你想挣脱这些人，你想挣脱这些人给你的比方说负面的打压的一些语言，你想做那个美好的自己，你想去做一个成功的人。就像我刚才讲，也许
就是极端一点的例子啊，就是也许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工薪阶层，可你却一心想成为音乐家或者是画家、艺术。可是呢，这种反差让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圈子完全不能够理解，完全会打压你，觉得你是在做一个不切实际的梦。那么我看到的是，在你的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你将有机会彻底的结束和离开，离开的是这个环境，离开的是这种思想的限制或者是思想的打压。因为呢，我看到你有可能会被星探发掘啊，这个7号牌，这个星探呢，可能我们要把能量讲得再宽一点，这个星探有可能是一个机会，这个星探有可能是一个很赏识你的人，这个星探可能是你在不经意当中把自己的一个小小兴趣爱好突然的就曝光了，或者是突然的一下子就被很多人看到了。那么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有一个机会，有一个 offer 给你，让你彻底的走上属于自己的人生命运，或者是人生轨迹，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天赋之路啊。所以呢，在这种能量当中的 universe 宇宙会让你彻底的结束掉你原先的一个可能是原本家庭生活给你的一种环境、一种处境，或者是一种所谓的平台，那个平台可能很小很低。可是呢，当你在未来的比方说3个月的时间，当你遇见了这个机会，遇见了这个星探，或者是遇见了这个伯乐，他会把你直接领到你就是你出生你命运当中就应该走的那条道路，你就会跟他走，你就会走出去。那么 universe 我们所谓的宇宙和世界，你就会进入到你的世界，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在新的世界当中，你能够看到，终于舒了一口气，终于你看到了，这才是你的命，这才是你的路，这才是你要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个 expectation 这边，我觉得很多朋友在3个月之后，你的心态会发生巨变。当我们呢，终于看到了，或者是终于认定了，终于进入了自己的我们所谓的天赋之路之后，你就会长舒一口气，因为你的身体里啊，再也不会有犹豫，你的身体里面就再也不会有所谓的徘徊和迷茫，你会深深的感受到自己扎根落地，你会深深的感受到自己这就是我的对的路啊。我们有的时候讲那个感情里面对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对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正缘，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不会错。那么在面对我们自己所谓的人生道路以及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里，有的时候也同样的这种感觉，我就知道这是对的，我就知道这就是属于我的，我就知道我就是属于这个世界，我是属于这个领域的，就是这种认定感。所以这的一切啊，我觉得是为第2副牌的朋友打开一个全新的很精彩的一个领域，这个精彩的领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精彩的领域将实现你的财富自由啊，这个是 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所以呢，这一切的展开会把你过去曾经或者是当下你感受到的这种 poverty 不够缺失，这个就是金币5的逆位，他们的能量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人生的第一点，我们所谓的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觉得自己好像不够，觉得自己做不成那件事情，觉得自己的梦想好像就像白日梦一样啊，虚无缥缈。这一切的想法都会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新的机会以及你接下来将遇到的这个重生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是被打破这个禁制，所以呢是全新的世界将为你打开，有点像是重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下子挣脱了那个束缚，一下子你从那个蛋壳当中蹦出来了，那么你就将拥有一个就精彩纷呈的一个世界，好不好？对，所以你看金币5的逆位啊，打破了这种限制，打破了这种我们所谓的迷茫。这个女生在森林当中很想够这个树上的果子，这个果子就是我们看到金币，怎么也够不上去，怎么也抓不到摸不着，尽管看着很近，但是就是够不到。这种我们所谓的郁闷啊，这种所谓的苦闷啊，真的是你看他都已经挣扎很久，都已经流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因为选择不对啊，有的时候的挣扎可能是因为选择不对，可能是因为环境不对，可能是因为比方说地点不对。那么当这个改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一切其实最对的就是最容易的，最对的也许是简单的，是那种顺其自然的感觉。好，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还有一张牌，就是圣杯3。这张牌呢，我看到是你终于遇见了灵魂伴侣。
这个灵魂伴侣呢是跟你想法一样的人，这个灵魂伴侣呢是能够让你觉得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找到了真正懂你的人。这个灵魂伴侣呢绝对跟你之前的朋友，跟你之前遇见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这个爱丽丝，最后呢她跟小鹿成了朋友，小鹿呢连人类都不是，她以前的家人朋友根本就不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重生后的自己你们将遇到一大群新朋友你们将结识一大群新的朋友。所以说在这个圣杯三这里，我看到的是你将遇到你的灵魂家族，真正懂你的，理解你的，支持你的，支持你的梦想，支持你做自己，支持你去我们所谓的走自己的天分之路的这样子的一些好朋友。而你们跟他们在一起，你们可能会一起创作，你们可能会一起出去玩，你们可能会就是有很多的深夜聊天你们可能会比方说一起去庆祝你的成功，一起去庆祝你的奖杯这种。所以说圣杯三这样能量，你看你们的圣杯里的水，也就是你们的快乐是源源不断的，是从宇宙那个地方直接接下来就有的，不用费劲。这些好朋友，这些所谓的灵魂伴侣，不用让你费劲去寻找，不用让你费劲去维护这个关系，你们是自自然然的做自己，你们是独立的嘛，你们是自自然然的连接在一起。我们所谓的从独立到相互连接，而不是独立都没有就靠在一起，那个是所谓的codependency。而你们的新的所谓的灵魂伴侣是都独立，然后呢还相互在一起，相互支持，默默陪伴，这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关系，好不好？这边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那么你接下来会遇到的灵魂伴侣有可能会跟你是在感情关系当中有所发展的。那如果就算不是的话，它也能够让你的心情大好，让你变得非常的富足感，让你觉得自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好不好？好，我们来往下看，接下来呢是金币皇后和宝剑王Princess 宝剑公主。为什么最后我要留这张牌？因为我这边看到的能量是在告诉我，第二组牌的朋友，重生后的自己你将变得非常的坚定，变得非常的淡定，变得非常的简单。你在属于自己的环境，属于自己的领域当中，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滋养着你的心灵，滋养着你的环境，滋养着你的朋友，滋养着你的宠物，滋养着你的项目，滋养着你的梦想，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平静、安乐我们这边是安康的。金币皇后，我这边感觉到身体非常的健康，心情非常的好有些朋友如果当下你身体不是很健康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心情不好，我这边感受到这个能量所以说我们看到重生后的自己，你将是一个很富足的状态。我们这里有一个 message， 然后这边对应了一个宝剑公主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说你在重生之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对很多的事情就是有很强的好奇心。也许是因为你重生之后有钱了，或者是有资源了，有信息的来源了，所以呢你能够在更加宽广的一个信息量当中去比方说想一些你曾经未曾想过的事情，或者是去探寻一些你曾经未曾想过可以探寻的可能性。所以呢在这个宝剑公主这里我看到你其实会有很多的与人交往，或者是你去询问，你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信息出现。而且呢有些朋友也许你们会接受到很多，比方说你的贵人你的助缘你的灵魂伴侣给你的很多讯息和资源让你能够快速的一种提升，让你能够快速的去接受到很多有关于这个世界，有关于这个生命，有关于你这一生这一世的一些感悟。因为我在这个宝剑公主这张牌里面，我感受到了你找到了自己的心，你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你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你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以及前进的动力。所以这个能量我感觉到是一种，既是一种重生我这边看到这个金币皇后比较像是相对比于当下的一种改变，但是呢这个宝剑王子比较像是一个新生，就是这是多出来或者是多长出来的一个方面的自己。
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下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这么聪明的人，可能觉得有一些事情啊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但是呢，重生之后你会发现，你就像是怎么讲，上了道啊，上了那个正确的道，所以呢，很多事情你都会觉得好像很顺利，很多事情呢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形成，很多事情呢都会是在你的这种思想的活跃当中啊，我觉得是顺着那个路径就会想出来，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想出新的点子，有新的灵感，所以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新的自己。这个是对比于当下的未来，这个是新长出来的一个自己啊。我觉得一个年轻的灵魂呢，将会在这个重生之后酝酿出来，一个年轻的有活力的心将会从这次重生，将会从这一次的重生之后啊，我们所谓的新长出来。所以恭喜第二副牌的朋友，好。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圣杯四的一个逆位啊，这个是圣杯四的逆位。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麻木不仁没有了。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 Trust the Niggle， 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下呢可能不是很信命，不是很信直觉，不是很信所谓的宇宙会帮你，或者是说你是宇宙的宝贝。这个能量呢不能怪大家，可能是因为当下命运的一种坎坷，或者是当下你生活当中的一种所谓的缺失感，让你受到了打击，或者是让你觉得太难了，太不易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怪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埋怨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呢，重生之后的你会发现圣杯四啊，就是你可能会改变你的心态，你会看到的是宇宙没有忘记你，只是当下宇宙给了你很多的传信，给了你很多的这种推搡，告诉你啊要这样做啊，要那样想，要去想那边，要去离开这种声音，可能当下还不够让你去认定他们和认可他们，因为现状的现实可能是比较残酷的。那么当你重生之后啊，这边我看到有些朋友3个月的时间啊，你会看到很多新的信息以及新的机遇，这个时候的你就会心态变得不同了，你就会更多的去感应这种所谓的天命，你就会更多的感应到其实你可以相信自己，你可以去信任这个所谓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力，你可以去把你内心的这个声音扩大和扩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压，或者是让他们离开。我们所谓的有一点麻木的啊，有些声音可能不想听，宇宙在告诉你你是最优秀的，你是一个我的宝贝，可是这个时候的你可能会说，宇宙啊，我要真的是你的宝贝，你为何要这样对我，你为何让我这么苦呢？所以这个声音就很自然的被你屏蔽掉了。那么重生之后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看到了希望，你们看到了机会，你们看到了可能一些安排，所谓的背后的命中注定，背后的安排，慢慢你就懂得了这个深意，慢慢的你也会找到自我，所以说你的直觉能力啊，也会在这个重生之后打开，变得顺畅，让你能够真正的觉醒，让你能够真正的醒过来，好不好？这个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为你们所连接到这个重生后的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篇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不容错过，请你们一定要坚持。如果当下真的有一些状况让你觉得很困难的话，请你们一定要坚持。我这边看到的是3个月以内啊，这张牌是中期的时间3个月，这个等待期一定会让你看到新的机会，遇见新的机会，或者是宇宙要帮你移除掉你当前的一个困难。OK， 这边有宝剑5，移除掉当前的困难，移除掉或者是改变当下的一个状况，一定要坚持住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加油！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重生，你人生的大事件啊，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或者是说整个重生的过程需要历经多长时间呢？我们来用一下灵摆，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我这边看到灵摆的能量在告诉我2月份到6月份，2月份到6月份，也许呢这边有一部分的朋友啊，3个月之后你将听到一些消息
3个月之后呢，你将经历一些改变，你将心中看到那个希望，而你人生精彩的大事件啊，应该是在明年的2月份到5月份，2月份到6月份之间会发生。所以它是一个年头到年中之前的一个能量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周运势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在哪一个日子，一周的哪一天，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重大的事件，也许是一个机会，也许是一个转账，也许是一个人对你的表白，也许是一个人的离职。Tuesday， 好不好？这边啊，星期二的时候，也许会遇见一个好消息，或者是听到一个惊天的大爆文啊，让你突然的感受到，哎，终于好了，或者是终于拿到了，或者是那个人终于走了啊，非常有意思啊。好，那这边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啊，今天呢为你们连接到的这个有关于重生的能量，重生后的自己啊，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到大家，也祝福所有第2组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祝你们好运，祝福你们找到那个精彩的、值得你们庆祝的自己。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黄色的扇形数字1，放这里。好，那今天呢要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啊，是关于重生后的自己。我们要来看你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重生，重生之后你会拥有的巨大改变，然后呢如何去面对当下的经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里我提前帮你们抽到的一些牌卡。首先呢，我们抽到了一张10号牌，这张牌呢是 Journey 旅程。然后呢，我们抽到了这个 Transformation 转型，一个女神。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 Align Your Life 对齐你的生命。最后呢是来自于爱丽丝，你是稀有的，你是自由的，38号牌。好，今天也有为大家准备这个灵摆啊，等会儿我们会来看人生重大事件的时间。OK， 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指引啊，我们一张牌一张牌的来过一下，然后呢，我会为大家抽今天的塔罗。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号牌啊，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数字1号，它是 Journey。这张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站在这个火车头啊，也就是说他是头等舱的，对吧？他是头等舱的。这张牌呢在讲一个旅程啊，这个旅程呢，也就是在说这个很富有的人啊，他会以一种非常优荣华贵的，或者是说非常富足的方式去开启新的人生旅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身后方还有一个 couple， 一个情侣，还有包括这个车上的这个乘车长吧，都在看向这个男士看他这个人究竟什么时候上车呀，什么时候出发呀，大家还在等着你呀，对吧？这个人呢却漫不经心的在我们所谓的抽根烟呐，想一想联系个电话呀，或者是在等个人呐，都有可能。所以呢，这里是一张 journey 感觉到这个有关于第3组牌的朋友，有关于你们的重生是有关于一次新的旅程，一次新的冒险。在新的旅程和新的冒险里面，你不会是所谓的有点像是背包客不是我们背包客感觉，更像是雍容华贵的，或者是说富足的去旅行。也许你会积攒很多的资源，也许到时候你会拥有很多的资源，也许你会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会有团队，你们将携手大部队一起去展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冒险。那么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受有一部分的朋友，如果当前你在创业打比方说，如果你在创业，或者是说你当下呢有这种想去自己建造一个团队，或者是自己建立一个工作室等等这些想法的话，那么有关于你的重生，可能就是带着你的你最重要最宝贵的自己，然后呢是带上你所有的资源去展开一段冒险之旅有些朋友这边其实我感觉到，如果你是还年纪很小的话，有可能这样子的一次旅程它很远，也许会把你带到新的国家或者是新的城市，让你开始一段学习
让你开始一段新的工作，让你在新的城市和新的环境展开你的，比方说下一个人生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些事情，想逃避，想逃离原本的环境，而开始新的旅程，换一个地方生活，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这边看到了有关于物理距离的改变，有关于资源的变更，有关于你心态的一种改变。而这个重生之后啊，你的这个旅程将会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富足啊，它不是一种好像很贫困的、很潦倒的，而是说你在以一种更加有力量、更加有资源、更加有自信啊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去展开你的人生冒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张牌了。那么在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连接到第一个是 transformation 啊 transformation 这张牌呢是在讲有关于深度的疗愈。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生命的尺子上，我们就是那个尺子上的一个点。我们和过去1年的自己肯定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细胞疗愈啊，细胞呢可能7天、1个月、3个月都会有这种新陈代谢和更新的这种循环。我们看起来还是自己，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个自己了。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生命的尺子的那一个点上，我们不是过去的自己，我们也绝非未来的自己。我们现在当下这一分这一秒就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型。这张牌呢在预示着第3组牌的朋友，关于你的重生呢，你会经历所谓的中间期、过渡期、转型期。在这样子的一个期间里，你的这种重生它是细胞级别的，它不是仅仅说发生了我们刚才讲啊，可能换工作啊，或者是说换国家，或者是换城市生活，它的这种重生的力量啊，已经进入到你的细胞 level 了。也就是在讲，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朋友，第3组，你在经历重生的过程当中，你的体型都会变，你的样貌都会变，你的健康都会变。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在经历这个重生的过程里，也许你会让自己变很瘦，也许你会让自己比方说改变你的饮食，改变完全你的生活的形态，你生活的一种习惯。或者还有一些朋友啊，也许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以及这个重生的过程当中，你会改变你的样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朋友啊，可能你对你的样貌就是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想去改变的想法，也许是剪发，也许是染发，也许是改变你的这种妆容，也许是改变你的仪态，也许是改变你整个穿衣的风格。我这边看到的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如果说在你生命的当下，你觉得有的时候吧，活到这么久啊，无论你的年龄，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18岁，对不对？就你无论生活了多长时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被别人教养，是说要去活成他们希望的样子。我们的社会是有一个所谓的标杆的，比方说像名人啊，就是我们要那么瘦啊，我们要那么的帅啊，我们要那么的有钱啊，我们要那么的，比方说拿什么品牌啊，这个是外界影响和外界教我们的所谓的那种成功人士。可是呢，在这样子的一次重生过程里面，我反而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将活出自我，你将活出真我，你将不再所谓的去听别人告诉你那个才是好的，那个是美的，那个是对的，而更多的是觉得通过你的这么长时间的生活，你觉得自己最适合什么。也许有些朋友觉得我就喜欢佛系，对吧？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就喜欢那些金光亮霞的闪闪发光的东西，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就想保护这个地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去照顾好我们这个脆弱的宇宙。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个想法，这个小小的声音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就像一个能量磁场，每天都在轮转着啊，每天都在帮你吸引更多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去改的。这样子的一次重生是让你在 DNA 的方向里全部改变。所以说我觉得当下来看第3副牌的朋友，你的重生是彻底的，你的重生会让你比方说经过这一次重生之后，你都不认得你自己了
你都不再认得你自己了，你的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你的父母、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包括你的一些人际关系、情感关系，可能都会有所震动等会我们会再具体看。我们再来过一张牌，这里呢是 Align Your Life。 这张牌呢在告诉我们，大家看这个女生的这个面貌怎么了？其实就是所谓的面具被打破这个镜子嘛，对吧？面具被打破。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面具的能量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戴面具有的时候其实是出于自保，我们戴面具的原因有的时候是为了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行走方便，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面具有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面具戴久了，如果一直不摘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忘记那个真实的自己。那么当下呢，宇宙给出了这张牌它也是在，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在告诉你，关于这一次的重生，你需要拿下这个面具，你需要去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真心，更加清楚的去看到自己的 authenticity 你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内容，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式，什么样子的思考，能够真正的代表你，你跟别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感受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有一种不一样的精神，有一种那种 rebel 叛逆精神，有一种自由的灵魂在你们的这个能量磁场当中，我觉得是翻腾。你们在所谓的这个重生是细胞级的嘛？也许你们将脱胎换骨就是像换一层皮一样的。重生之后，你说话的方式会跟现在不一样。重生之后呢，你做人的准则会跟现在不一样。重生之后呢，你所关注的能量点会跟当下不一样。重生之后，你做的事情，你和谁做事情可能会不一样。重生之后，也许你喜欢的、吸引的情感关系、人际关系会跟当下大不相同我这边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非常的有这种冲劲，就有点像是一个精灵，他曾经呢可能会被这个花朵保护在花丛当中，你以为那就是安全，你以为那就是自己，可是呢，当你经过这样子的一次重生，你就会震动你的翅膀，你飞得很快，你就会突然一下冲出去，发现原来这个是花丛，原来那边还有湖泊，原来还有天空。我觉得那是一片自由的领地，等待你去探索，等待你去飞翔。很美。最后的一张牌呢是 You are rare and free。 当爱丽丝走入这个我们所谓的花仙子的领地里有很多的花，千年花、百合花菊花，他们呢都争先恐后的想为爱丽丝分一个级，他们希望能够帮助爱丽丝找到她究竟是哪一朵花。可是呢，我们都知道爱丽丝她是人，她根本就不是花，所以呢，这些花仙子怎么分都分不出究竟爱丽丝属于哪一个品种。最后呢，他们决定把爱丽丝归为野花我们所谓的杂草那么爱丽丝当然也无所谓啦。可是呢，这个故事其实在告诉第三组牌的朋友，也许在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会被误认为是打个引号野花或者是杂草，仅仅只是因为你跟他们不同而已。可是当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你就是爱丽丝，他们就是花朵。花朵是没有办法知道人是什么的，但是人呢却能知道他们是花朵，我是人。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受是，在重生后的这个阶段之后就是重生之后，你会认识到自己其实不需要去一味的归于一个团队，你会发现自己不需要一味的去 fit in， 就是说好像是和他们一样，和那些一样他有的东西我尽量去拥有，他们觉得那个是对的，我也尽量去想那个是对的，尽管自己心里觉得那根本就不对。我觉得你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你们将拥有更多的自我价值的肯定。这张牌是说你和很多人都不一样。所以第三个牌的朋友，如果说你真的在这么长时间就是从小到大，可能有的时候心里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同，无论这个不同来自于你的喜好、你的讨厌、你喜欢交的朋友、你喜欢或者是关注的主题。也许有些女孩子很喜欢美丽的衣服，你却偏偏喜欢短发也许有些男孩子他们会喜欢打架斗殴，
可你却偏偏非常的儒雅，你却偏偏很喜欢保护小动物，这样子的自己才是最最珍贵的你啊！这样子的自己才是与众不同的你，才是你能够发掘自己的，我觉得是一个门户。不要去否定这个自己，也不要一味的去迎合别人。无论这个所谓的迎合是出自于父母的、同事的、同学的、社会的圈子的，我觉得不要去被他们影响。我感受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就是花仙子，你们是精灵，你们是独特的，你们是唯一的，你们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这条与众不同的路才是属于你的。也许讲到这里，你的内心的灵魂会有一种感觉，会觉得这种没有人走过的路会让你很兴奋，那么这个能量就一定是你了。第三副牌的朋友，加油啊！不要去犹豫，不要去怀疑自己，你是宇宙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有灵性、非常特别的灵魂，你的存在本身就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呢，我看到这一次的重生将把你带到我们所谓的使命之路上去，就是把你带到你的那条路上去啊。我们这边是 align your life， 你将对齐你的生活和你的人生使命，你将对齐你的生活、你的想法、你的价值和你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你所肩负的一种责任感。这个责任我觉得它非常的大，它不是很小的，它是很大的，它是一种很宏伟的。你将去做的这件事情不仅仅能够对你好，还能够对别人好，还能够对大家好。所以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加油，努力的挣脱，让自己重生成功，让自己真正的站在这把或者是坐在这把交椅之上，拿着你的王权，看着你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过程去照亮和点亮更多的人，帮助他们。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具体看，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里的具体信息。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重生后的自己，你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重生？重生后的巨大变化，如何面对当下的经历？感恩宇宙。好，宇宙告诉我第三组牌的朋友，关于这一次的重生，重生后的自己，你当下正在经历哪些方面的重生？重生后的巨大变化。第一张牌 Justice， 公平和正义，正位。第二张牌是世界，第三张牌是金币四的逆位。我们来取这几张牌看一下。我们这里有宝剑国王的正位宝剑骑士的正位，然后呢有金币9的正位，然后还有一张牌是权杖骑士，两张牌都是骑士跟我们的这个动向的 journey 是一样的感觉。好，有很多的动感最后一张牌，第三组牌的朋友重生后的自己，感恩宇宙。OK， 最后一张牌呢是圣杯国王的正位。好，能量非常的棒第三组牌的朋友，关于这个重生后的自己。好，我们就顺着来讲吧，因为我这边听到了好几个不同的讯息首先呢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这个重生具体的信息内容，第一张牌 Justice，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走上一个有权利的地方。你们的工作岗位会走到一个很有权利的地方。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自己的老板，对吧？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走上就是公司岗位当中就是坐上一把交椅。我们看到这个 transformation 也是一个女神在这里，她是月光女神那个 Black Madonna然后呢我们抽到的是 Justice， 我觉得你的工作岗位或者是以后的工作性质可能带有非常多的那种帮助别人，或者是说做一个评估方面的工作，你是工作当中的审核者，
我听到你是审核者，那么为什么你能够做这种审核者或者是评判者？因为你有一颗正义的心，因为你经历了这所谓的一个转型，经历了这所谓的重生之后，你是那个从比方说不好，然后呢是自己一点一点走过来，最后成为了成功人士。又或者有一些朋友你们是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磨难，经历过所谓的被一些外界的能量干扰，比方说不敢做自己或者是说有一点找不到自己的那个归属，然后呢，你通过自己的摸爬滚打，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后终于明白了自我的价值，所以你们才敢去反抗，所以你们是反抗成功的那个族群。那么 Justice 就是在讲，以后呢，你可以做那个交椅上的人，你去帮助那些曾经可能跟你一样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困惑的年轻人，你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指引，给他们一些最正向的、最公平的评判，让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很喜欢来听你的评价，来听你的意见，来听你究竟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感觉到很多朋友在第三组的，如果是在工作里面的话，你们可能会走上一把交椅，你们可能会拥有更重的权利，因为你们值得拥有，因为你们有了这把权柄，能够帮助你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或者是说你们能够做到帮助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使命，或者是你的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得以实现吧。这个是我听见的。所以有些朋友如果是在比方说当下在读书或者是你还很年轻那么我感觉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你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跟比方说司法司法机关警察局政治委员会或者是说高等教育或者是公司里的人事部门或者是公司里的一个领导组织、领导班子就是你很适合走上这种位置。也就是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很适合跟人打交道，你很适合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地球上去帮助人类去帮助人类，用你的经历，用你曾经经历的体会的这个故事去鼓舞他人。好，这个是 Justice。 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世界这张牌呢，我想跟这个圣杯国王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两张牌呢，在告诉我第三组牌的朋友关于你们的这个重生，你们将拥抱一个完整的自己。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一次的重生会让你们彻底的认清楚自己是谁，会让你们彻底的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准或者是明白自己的价值。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的这一次重生，其实是在为你们的前一个阶段的生命画上一个句号，一个成功的句点。你们接下来要走的这个所谓的重生之后的自己是走上一条觉醒之路。圣杯国王，你们会灵性和直觉大开。很多时候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发现，也许曾经的你在迷迷茫茫当中去寻找一个导师，迷迷茫茫当中寻找别人给你的建议。可是呢，当你重生之后，你会发现你就是自己最好的导师，你就是自己灵性上最好的咨询家。 King of Cups，这张牌是在讲你将获得无穷无尽的智慧，你将拥有和拥抱你自身的强大的灵魂，以及自身强大的直觉这个是直觉 intuition， 也就是说你的灵性、你的直觉、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你前进的方向，以及你在做评判、你在做判断、做决定的时候你需要的指引、你需要的方向感。这个能量是非常关键的，只有一个人真正的了解自己，才能够成为自己的导师才能够成为自己的导师。所以你看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的这条重生道路里面，我们看到了你的重生，我们看到了你的完整，你拥抱了整个完整的自己。只有这样子的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只有这样子的你才能去鼓舞别人，并且给出最正确最公平的一种判断。Justice，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重生之后你有可能会选择一条感觉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在等着你去做，可能是关于你人生的重大选择，或者是关于你人生的重大转折。在这一次的重生之后，也许你会看到你过去的世界其实它已经结束了，
过去的世界里面可能包括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过去的关系、过去的感情、过去的经历、过去的，比方说过去曾经所经历的啊，包括你的童年时期，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成长等等等等一系列。我看到当你再回头看向自己的时候啊，你会很淡定，你会很平静，既没有所谓的爱，也没有所谓的恨，因为你知道你已经结束了，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感觉到这个猫咪，你看，它结束了这段旅程，这一段旅程可能是猫猫的旅程，它会长出翅膀，变成真正的圣杯国王，变成猫头鹰，自己拥有智慧，自己能够腾飞，还能够帮助别人，治别人的心病啊，或者是帮助别人疗愈啊，很漂亮。然后呢，再来啊，我们这里还有一张牌是金币4的一个逆位。这张牌给我的感受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可能会打破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价值观。我曾经刚才讲过啊，有些朋友呢，其实在这一次的转型里，可能会对自己的外形，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可能曾经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是老习惯呐，旧的口味啊，发生很大的改变。金币4的逆位，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曾经喜欢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价值了。曾经可能很着迷的东西啊，没什么意义了。而你接下来要走的这条道路和你重生之后的自己，可能会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会建立起新的自我价值感和对世界的价值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你，一定会变得别人认不得你啊，因为可能以前会说啊，你不是很喜欢那个长头发，你怎么最近整成短头发，像男孩子诶。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你过去不是总是穿裙子，最近怎么弄成牛仔风、休闲风啊？或者有些人会说，你不是喜欢那些我们所谓的金光亮霞呀、闪闪发光的名牌，怎么最近穿的这么佛系呀？其实这个不是所谓的外表的改变，是你的内心的变化啊，不用再去所谓一味的以别人的目标为对齐，而是走自己的路，选择自己开心的就好了。金币4的逆位，所以很多朋友啊，你们将打破一种常规，打破一种旧的习惯，打破你过去曾经对事物的价值观体系，去建立起自己的认知，你觉得好的，你觉得对的。而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当中，我们看从金币4的逆位到金币9，在过去的价值观体系当中，也许你拥有过很多东西，但是你拥有的时候，你内心仍然觉得很匮乏。为什么？因为你拥有的那些东西不是你灵魂真正想要的东西啊。而在这一次的重生之后，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真正的开始去追寻自己灵魂当中渴望的美好，这些美好也许是自由，这些美好也许是你喜欢的风格，这些美好也许是你喜欢的地点，这些美好也许是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关系，你喜欢的情感，你喜欢的相处方式，所以你才能够拥有所谓的金币9这种富足感。其实富足啊，它是一个变化的词语，富足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它所包含的括号信息是完全和大不相同的。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啊，吃饱喝足是富足，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呢，可能精神享受是富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能够自己的这个身材保养啊，到达自己理想的阶段是一种富足。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拥有一段好的感情关系是富足。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富足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我这边看到啊，第3组牌的朋友，对于你来讲，这个富足，我觉得你将拥有非常多的资源啊。这个资源有可能第一个呢是关于你工作当中的，比方说财富。第二个呢，我觉得是你工作当中啊被别人大大的认可，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你的这种富足感是很多人陪你，很多人都簇拥你，很多人都欣赏你，很多人都，我觉得他们喜欢你。喜欢你是因为你能够帮助他们，你能够指引他们，你能够以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很善很正的一种能量磁场啊，去帮助那些可能弱势的群体，或者是说你敢站出来成为他们的代表，去帮助他们啊争取一些利益。而在这里呢，你也将获得你最大的收益。所以你们其实是，我觉得是在自己生命的使命和道路当中做了自己最喜欢的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吸引了无尽的财富，还有你的富足啊，这个是金币9。
最后呢，我们来看2张牌。第一张牌呢是宝剑骑士，第二张牌呢是权杖骑士。这2张牌啊，都是我们所谓的骑士精神。你在守护着你的，我觉得是人生使命。我们这边呢，联系一下这张 journey， 跟大家一起讲一下。刚才我说过啊，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将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这个旅程呢是什么样子的旅程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旅程当中，你将说真话，说实话，你将奏起通过你的语言和表达最美的乐章。这个乐章是在说啊，你在通过你的语言和你的表达，或者是你的创作，来真正的实现啊你的个人价值。对，这个是宝剑骑士。在这里呢，我听到是你有很多的观众，也许有些朋友会是网红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公司的名人啊，有些朋友可能是社会的这个明星啊。OK， 你们也许是那个领域当中的一个别人就是看向你，你是那个风向标啊。所以呢，你的比方说发声，你的创作，你的演讲，你的论文啊，将引起非常非常多的波动。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旅程当中啊，你会发现你将拥有自我的时候，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办法抵及的一个技能。这个技能是因为你找到了自己，你的重生，所以这个技能能够为你啊带来很多很多的光环。这个是宝剑骑士。第二个呢是这个权杖骑士。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啊，是你带动了一些东西。带动了什么？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受啊，第一个是有很多朋友啊，在你重生之后啊，你会经常的出差，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商务旅程，或者是说你经常能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对你的邀约，你需要去动旅程，你可能要带着你的技能，带着你的团队，带着你的比方说乐器啊，这边是乐器，带着你的比方说演讲，带着比方说你的一些创造出来的 OK 一个项目啊，去谈生意，或者是说帮助另外多方面多地点的朋友啊，去鼓励他们，或者是让他们获得同样的一种感染，或者是一种收益。权杖骑士这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出差，有很多的这种旅行啊，可能很多的人呢都会邀请你，因为你太有名气了，因为你太出名了，你在这个领域当中是佼佼者，你是风向标，所以各路的英雄啊，就是各路的人士啊，可能都非常非常想去邀请你参加活动，或者是邀请你去帮助他们的公司、他们的团队啊，去做咨询也好，是去重新建造也好，还是说给他们指引一些方向也罢。所以我看到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啊，在接下来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出差，很多的改变地点，很多的邀约，很多的我觉得是舞台在等着你去走，等着你去上，等着你去表演啊。这边给人的感觉是很高很隆重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又回到这张爱丽丝牌，你是稀少的，你是自由的。只有当第3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真正的意识到这种与众不同的灵魂，这种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与众不同的表达自我啊，才是真正能够走上你们人生道路的唯一的方法。而且呢，我们在讲啊，你想想那个舞台啊，舞台就那一个，观众更多，舞台上的人比较的少，所以你要相信自己，你跟别人不一样是有原因的，你不属于这个舞台之下，你属于舞台之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要去创建自己的平台，创建自己的舞台，这样子你就会拥有很多的观众，这样子呢，你就能够在属于你的舞台上啊，尽情的表达自己，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能够让你自由。花仙子的地方你不能去，你不是花，你要去找到我们所谓的爱丽丝，她要去做的冒险，她要去做的旅程，你不能在一个地方一直待着。如果第3副牌的朋友啊，当下你的生活当中让你觉得非常的桎梏，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动弹，让你觉得好像没有真正的做自己，或者是做成自己心中想做的那个自己，那么就请你们一定要勇敢的去改变，去打破这个很多很多的束缚，很多很多的枷锁对你们的一种捆绑。你们要从 DNA 的层级去改变自己，从内而外，从里到外。我相信啊，第3副牌的朋友，通过这一次的重生，你一定将变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张牌 King of Cups
能够让你们灵性大开，让你们找准自己喜欢的，包括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事。那么在人里面，既有你的合作伙伴，你也会遇到你真正喜欢的人生伴侣，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第三副牌的朋友，所以呢，一个美好的自己才是决定性的，能不能够去吸引你能够吸引到的，无论是人也好和事也好的关键。所以呢，我们要把能量给自己，不要去太多的看向外界，而是更多的修身，更多的修行自己。当我们自己好了之后一切都会好第三副牌的朋友。所以说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将拥有一个新的世界，你将去拥抱一个全新的自己。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重生之后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有关于你重生你人生的重大事件它可能发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宇宙告诉我们第三副牌的朋友关于重生的这一次大事件人生的重大事件会发生在什么样子的时间？请宇宙给我们指引，请宇宙给我们方向。我们把它往下一点好，这边呢我看到的是4月份和5月份。有些朋友可能会在4月份和5月份，在这个区间可能会遇见一些非常大的事情，可能会是你的舞台，可能会是你的一种演出，可能会是你的一种开始新的旅程是这样子的一些大事件人生大事件会在4月份和5月份，我们的这个春夏晚春初夏的时候展现出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期。好，周一和周二周一和周二，这个是我们平常上班的时间周一和周二，也许是你非常重要的演讲日，或者是周一和周二，你会收到很好的消息，你会拿到你需要的一种邀请函，或者是你能够得到一种邀约星期一和星期二，然后是这个4月份和5月份，好不好？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大家所连接到有关于重生后的自己的所有讯息。祝福所有第3副牌的朋友呢，能够成功的转型，能够让自己重生，让自己真正以属于你的方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旅程。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讯息。祝第3副牌的朋友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